注意看，这个超帅飞行员有着重度的强迫症，他是陆航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部长。他是个钢铁直男，却被无数空姐所爱慕。好帅啊！他结婚了吗？当然没有了。这么优秀的男人，要是结了婚，要让姑娘们梦碎一地啊！他凭实力让自己年年升职加薪。这2年，南亭干得不错，咱们公司也确实需要这样有为的年轻人挑大梁。刚开始奔四的老顾是要在钢铁直男的路上走到尽头，岂料刚发完毒誓的老顾就遇上了未来的老婆小程。这女人老牛逼了，她不仅是陆航唯一一个女飞行员，还是第一个敢直对老顾的人。老顾之所以要与她交谈的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刚刚在塔台通知停飞的最后1分钟，小程在用战斗民族的方式强行降落，这让有着强迫症的老顾十分难受。我有必要提醒你，刚才不应该落地。啊？当时的侧风是15米，已经是公司手册规定的极限侧风，而且刚下过雨，如果发生划水，飞机很容易冲偏出跑道。陆航最强杠精表示不接受。当时的侧风没有超过公司手册的规定，而且在那种极限侧风下，我能控制住飞机的姿态和坡度。落地的时候，我又及时修正了偏流角，摆正方向，落得稳稳当当。他觉得自己的操作高端大气上档次，他认为老顾在嫉妒他。2人的第一次碰面就这样不欢而散。随后小程来到外面等车，结果等了足足半个小时也不见有人接单。就在他被大风吹得发抖之时，一辆轿车向他缓缓驶来。小程低头一看，竟然是老顾。现在应该不太好打车，我要回公司，可以捎你一段。没事儿，顾部长您忙，我已经打到车了。小程不废话，直接拒绝老顾，但帅不过3秒他就后悔了。哎，等一下！顾部长，您能不能把我捎到市里？我有点急事儿。网约车司机也很辛苦，乘客要讲诚信。老顾果然是钢铁直男王中王。你什么人呐？随后老顾先是来到公司安排了一下工作，尽快替8365申请直飞汕头的航线，机上部分飞潞州的旅客立即协调，把他们改进到明天最早的航班。行，那这样的话大家应该都没意见。8834航班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记得机库里有架刚完成维护的飞机，用它顶上。可以。接着老顾掐准10点整回到家中。我回来了。欢迎回家。除尘仪启动，灯光正在打开，室内温度23度，湿度50%，很舒服哟。一个资深的钢铁飞行员，不仅要在工作上严谨行事，就连生活上也要完美无缺。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养了一堆植物，每天都会在里面瞎忙个把小时。只要看到有一片叶子坏掉了，就会马上用剪刀把它咔嚓掉。做完这一切后，他又会来到衣柜前，看着8件款式一样名牌西装，轮流每天穿一件，真是一个超级强迫症。顾部长好。早。你头发怎么回事？副机长只因刘海遮住了眉毛，就被老顾要求去削发为僧。可是马上到点要飞了，我回来再去理。这样不能执行任务，算你迟到一次。今天的航班任务取消，停飞1周，回去做检查。面对强势的老顾，副机长不敢回怼。一旁吃瓜的空姐和观察员赶忙整理着装，但观察员还是疏忽了细节。徽章呢？由于太过紧张，还不小心被徽章别针划破了手指。老顾表示对方弱爆了，随即走到前台拿了一张止血贴。观察员受宠若惊的结果。谢谢顾部长。好帅啊！另一边，小程为了庆祝自己即将升职，拿出了全副家产按揭了一套大房子。我快升机长了。哎呦，那提前恭喜您了。可他前脚刚花光卡里的积蓄，陆航高层领导后脚就决定取消货运部，小程的师傅蔡总只能选择退休，而货运部剩下的几名飞行员的去处有待商榷。特别是女飞行员小程，因为所有的航空公司对女飞表示不屑，所以江总决定把小程转给别的航空公司。咱们可以推荐给有行的货运部。为什么？未婚未育啊！老顾表示我是主角，我说了算。随即让他参加几天后的澳洲集训。不知情的小程接到消息后，立马赶来客运部面试，甚至直接要求老顾给自己面试。顾部长，这是我的履历，请过目。有什么问题您随便问。从小程的履历和他此时此刻的表现来看，都可以称得上一个顶级飞行员，但离机长的位置还差10万8千里，所以老顾只给了他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观察员？各位领导，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公平了？小程表示这不可能。江总见状直接说道，让他来一次模拟飞行，用数据来说话。那你就好好飞，把你的真实水平展示出来，证明给他看看，然后再决定是否保住你第一副驾驶的位置。考试一开始，江总就整点硬菜。苗群，接着老顾也让现场气氛嗨起来。所发失效。机长突发急性脑梗失能，由副驾驶接替机长工作。什么？起飞还不到3分钟，就发生了连电影都拍不出来的场面。关键时刻，小程把老顾踢出了飞机，让宋宋来接替主驾驶。准备重启，诱发。重启失败。泸州8513报告飞行意图，你可以选择任意跑道落地。飞机现在飞不到机场了，准备场外迫降。然后选择了一处无人区的草地，用战地民族方式降落。虽然小程有点骄傲自大，但飞行技术确实了得。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居然真的迫降成功。宋宋，我们创造了奇迹。不过事后老顾还是喜欢鸡蛋里挑骨头，指出了他在操作过程中的错误。发动机损坏是不可能重启成功的，让宋宋把昏迷的机长拖出来，浪费时间；不断重启发动机，浪费时间。按程序，让他协助你监控飞机的各项参数，更能提高迫降的成功率。程序不是死的，程序是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鲜血浇筑的。两人为此又大吵了一架。江总此时又想把小程赶走，老顾表示 no door。几天后，由老顾带队来到澳洲集训地，刚来第一天就遇到了这个曾败给自己的老外，两人假借握手之势疯狂试探彼此。眼尖的小程一眼就看出其中的不对劲。南京哥的关系就是过。哼，你8成是考不过了。为什么？眼盲2倍。 Still as strong as ever, huh? Same to you. 来到这里后，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其他飞行员都只能默默接受，只有小程非要跟老顾死磕到底。我们是飞行员，不是军人，不需要严苛的纪律性。抹防晒霜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保护飞机安全，保护乘客。老顾看着小程这桀骜不驯的样子，内心是万分焦灼。从现在起，承销宋宋作为临时教员，其余学员抹防晒霜。咱是防晒霜，飞行。少涂点，经过几天的训练后，小程的弱势毕露，体能和反应能力都远远落后于其余飞行员。老顾为了防止他继续摆烂，便制定了一个末尾淘汰制的计划。如果小程还想留下来，那么就只能选择加油上进。可小程还是依旧我行我素，没事就跟一群南非瞎扯淡，聊着聊着就把老外输给老顾的事传遍了整个训练基地，而这也间接的导致了对方上门找他。老外扬言要和老顾一较高下，但老顾此时已经可以完全碾压了他，根本就不想和他玩小孩子玩的游戏。比就比 ，Who scare who？部长，表面颜色看看。部长，表面颜色看看。看着身后吃瓜的群众们，老顾转头就赏了他们1万米，而小程也遭到了他的重点照顾。小程的小脾气也上来了，明明这几天亲戚找上门已经让他爽翻天，却还要和老顾继续杠。自律不是一味的苦练，要劳逸结合。做少了你要说，做多了你也要说。你给我设置一个高难度吧，比如控速不可靠、惯导失效。今天到此为止。那我自己来。这天他们和外国飞行员发生了矛盾，小程喜欢不避避直接动手。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们 You must make a formal apology for your remarks. Apologize now. You guys first. Why should we? You started it. You started when you came here. 我们忍你们很久。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re in Australia. Speak English. 你说中文啊？我说中文啊！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谁也不肯低头认错。小程和老外们约定在集训结束的前一天来一场模拟飞行大比拼，谁输了谁就要享受冰桶游戏。几个老外爽快应约，小程表示必须把老外碾压到底。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玩命训练，一天24小时不间断。最离谱的是，还是亲戚来访期。在劳累和疼痛的双重折磨下，小程最终还是透支了。当老顾发现后，立马掀起了他过往沉重的回忆。他曾经的女朋友就是这样离开他的。事后，老顾立马把小程给送到了医务室。铁哥们倪战细心的发现，老顾的手在不停抖动，这种情况就表示他此时很紧张。可倪战只在老顾女朋友遇难那天才看到过，虽然他很好奇，但也没有戳破。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
红成这样。事情失控了，我不太习惯。谢了。醒来后的小程又开始摆烂了，他让倪战骗老顾自己还在躺尸中。程潇怎么样？啊，人刚醒。我要有关。就是还比较虚弱。医生说要留观一下。晚上吧，晚点我帮你把他送回去。麻烦你了。不麻烦，回头请我吃饭就行。倪总，大好人。南亭这边可是欠了我一顿饭啊！电话挂断后，小程就跟着倪战去看航展，而另一边担心了一整天的老顾训在练结束后，马上就来到小程的宿舍，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门，结果还没走几步就看到了小程满载而归。单纯的老顾也没有多想，你下去啊。我啊，谢谢顾教员把我送到了医务室。身体好些没？好多了。不过当他偶然间在倪战那看到了同样的手提袋后，他立马顿悟了。这是航展上的袋子。对啊，你要一会儿拿着。愤怒的老顾马上就给了小程一封劝退信。小程看到后表示不可思议：“你想劝退我？不代表公司，只是我个人的建议。”这过分了啊！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原因和建议里面写的很详细。你看我不顺眼，你尽可以用你的办法、你的手段，不就是观察员吗？我就算再做10年观察员，我也绝不当逃兵。老顾这一做法成功让小程觉醒，小程把已经撕碎的劝退信重新粘好贴在墙上，让他时时刻刻监督自己。盲目、冲动，飞行员的大忌；自律、自控，飞行员的基石。对飞行要有敬畏之心，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是最可靠的保障。这天以后，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虽然也是很拼命的训练，可却极其的自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他都提前计划好。不久后，集训终于结束，临走前，小程如约和老外比试了一场，但他却不知道老顾让后台把场景换成了台风，目的就是为了考验他是否会重蹈覆辙。出乎意料的，他竟然选择了放弃降落，而老外则是冒险降落。虽然赢得了比赛，但却输掉了一个飞行员的责任。面对老外的惩罚，小程愿赌服输，心里一点怨言也没有。因为他明白了一个合格飞行员该有的担当，而这也正是老顾所希望看到。整个陆航99.9%都是男飞，小程作为陆航唯一的女飞，一路走来可谓是艰难万分。身高只有1.6米的她是出类拔萃。通过。你好啊，同学，不好啊，同学。3个小时之后原地集合，宣布公司聘任结果。他本以为这次考试过后就能走上人生巅峰，可岂料在澳洲打嘴炮的视频被猪队友上传到了油管，一时间热爆了整个公司，高层领导纷纷让小程拿起箱子走人。这个程潇的情绪管理有问题，是很有问题。我记得当初面试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直接顶撞过你啊？但是江部长，在澳洲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进步。进步还不够，起码不够进入咱们陆航的客运部。私自动陆航的资源进行比赛，好勇斗狠，引起了国际纠纷，这就是咱们陆航需要的飞行员吗？程潇的问题，我记得当初你一再坚持要等到改装训练之后再做处理，你现在是不是该有个结论了？老顾动用了主角光环，才给小程争取到了一个观察员的职位。严点也好，让他长个教训。江部长，你说？那就这么决定吧。那南亭啊，以后这个程潇可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好。蒙在鼓里，小程还以为是老顾在刁难他，为此和他大吵了一架。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在场10个人，我理论考试第1，模拟机全优，我连体能我也没落下。是上午的考核我飞得不好吗？一次考核，一个起落，并不能决定你的位置。
所以我到底差哪儿了？这回你是连借口都不打算给了吗？你口口声声说的认同呢？你的问题可以单独讨论，不需要占用其他人的时间。心灰意冷的他拿着辞职信准备说也不干了，结果半路上却被谢部长给拦住。他把昨天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小程。你连累的不止一个人，南庭为了保住你，主动申请处分，要承担全部责任。他明明就是他让我降级的。据我所知，这是南庭在陆航第一个处分，史无前例。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劝你，是希望你能够了解清楚再下决定。小程听后表示十分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老顾这货居然会替他被处分。虽然嘴上说着不要，可身体却很诚实。顾部长，视频的事情责任全在我，跟别人无关。听谢部长说，你也受到了牵连，你大可以都推到我身上，再给我加个处分。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还有事？没了。排班通知收到了吗？收到了。 CP 从这里开始打下了基础。现在机长做不成了，只能做观察员，累死累活也才那么一点工资。小程不得已暂停了他的装修计划，眼下快要交房租了，兜里却掏不出5毛钱。无奈之下，他只能发了一条邮件给房东。想不到的是，房东居然会是老顾。两人通过邮件交流已有7年，同时老顾也不知道女租客是小程。最后，老顾给他免掉了3个月的房租。一时间，地主家的傻儿子在小程心中犹如上帝般的存在。而两人同住一个小区，可是却7年也没能碰着面，这种情节变得有点过分了呀。 不久后，由老顾率领的787航班正式开整，其中就有小程的闺蜜夏芷，同时还有李宇恒。这妹子可是研究生毕业，放着国企外企不去，偏偏来当空姐。越是这样的乖巧妹子，越容易在社会上吃亏。初出茅庐的宇恒不幸被一个猥琐男看上了，这家伙想摸她的艾丝，结果却摸错了人。对不起啊，哎，正好帮我来杯咖啡。嗯，好嘞，哥哥。本以为猥琐男会就此罢手，可没想到他竟然还想梅开二度，使得他是敢怒不敢言。 猥琐男见空姐不敢作声，于是做出了更加离谱的举动。宇恒整个人都呆住了。年纪轻轻的他哪曾接触过这般行为？好在关键时刻夏芷释放了打断技能，宇恒甚至都不敢看他一眼，只能委屈的来到机舱哭泣。宇恒，你怎么哭了？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发生什么了？你别不说话啊！你快说。48C 刚才摸我，气愤的夏芷直接找上猥琐男。我问你，你刚才对我同事做了？我做什么了我？就这个人啊，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性骚扰我们仇人！啊！他胡说八道什么呢你？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你现在去给他道歉！你哪地人你看见？两人的争吵很快就引来了乘务长等人的注意。他们先是找到宇恒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已经哭成泪人的宇恒说出了事实：屁股和腿。可眼下没有实质证据，于是机智的小程便打算忽悠猥琐男，让他自投罗网。他先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空姐的衣服上有指纹，而且已经被提取下来，准备交给警方。猥琐男立马就怂了，他来到机舱后面，当面向宇恒道歉，却殊不知小程已经把话音录了下来，然后转头就报了警。不过也因此彻底延误了航班的行程。老顾不分青红皂白就臭骂了他一顿。客舱发生任何问题。 首先要让乘务长和安全员去处理，处理不了要第一时间告诉机长。你不是机长，不是乘务长，不是安全员，你是连观察员都不想当了吗？虽然猥琐男最后被带走了，可当飞机响起飞时，塔台却传来消息，机场因起大雾，所以要关闭。一众乘客瞬间坐不住了，几个小时就这么白等了。大家可都等着回家过年呢。有一位大姐的父亲在老家病危了，她必须要赶着回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小程知道是自己的问题才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于是他忍痛给大姐买了张泉州到三亚的机票，一下子把福奥尔贝给透支了。票虽然是买到了，但去泉州的高铁却没了，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也很难打车，所以他只能找到老顾帮忙。哎呀，太好了，你没走啊！帮个忙，帮个忙。稍等，我这边有点事情。啊，你可不可以送一位旅客到泉州机场？现在
你又要去有什么事？现在只有你能帮忙了。他父亲病危了，他要去见最后一面。现在只有泉州到三亚的最后一班机，是一会儿11点35分的。现在机场大巴也没了，再叫车也来不及了。岂料导演让老顾今天不许开自己的车来上班。不过看着可怜的小程，老顾直接就租了一辆车，然后顺利把大姐送到了泉州机场。经此一事，两人的关系飞速上升。那你就牢牢的记住，之后我会全部弥补回来。行了，明天一早还要飞呢，我开回家还得2个小时，是这样。哎，等一下，谢谢你，顾机长。接下来的1周里，大家和睦相处。可小程就喜欢吃饱撑着。飞行途中遇到强气流，容易产生剧烈颠簸。为了乘客的舒适，老顾决定绕飞，但小程却建议直接硬当气流，毕竟他喜欢战斗民族式飞行。颠簸是我们的必修课。你是忘了后面还有178名乘客了吗？但还好吧，也不是什么严重颠簸。老顾迫于导演要求，只能照做，这可把后面的乘客给颠得爽翻天，就连宇恒都差点晕机了。还好老顾经验老道，迅速飞出强气流区域，才没让乘客们继续遭罪。是我以前没有载人的经验，以为这种颠簸对于乘客来讲也没什么严重。你们是飞行员，抗颠簸能力要远胜于普通旅客。我们不仅要保护旅客的生命安全，还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安全，不能让他们感到焦虑和紧张。连续折腾了1周，大家都累得够呛。公司给他们放了1天假。好了，我帮大家去登记啊。这回公司订的通通都是海景房，而且公司还特批了一套总统套房，给我们大家准备年夜饭。老顾抬头看向海边，只见小程从摩托艇上跳下了水。在这一瞬间，旧时的悲伤回忆立马涌上了心头。曾经他亲眼看到心爱的女人溺死于大海，所以老顾对大海充满了恐惧。见到小程许久都没有浮出水面，他着急地朝着大海跑去。停下！程潇！但此刻的小程玩得正嗨，完全听不到老顾的呼喊。他生气地脱掉鞋子，朝着小程跑去。老顾不管小程愿意与否，强行拉着他上了岸。你有病吧你！谁让你游泳啊？我结婚就不能游泳了？海里很危险，你不知道吗？万一出事了怎么办？能出什么事儿啊？我从小就在海边长大的。以后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去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凭什么管我？我是你教员。你只是我的教员，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小程的一番话让老顾陷入了沉默。万一出状况，身体受伤了怎么办？你还想不想飞了？在你眼里，我跟一个发动机、一只鸡有什么区别？你不就是怕我坏了没法运作，给你带来麻烦吗？你是我的学员，我对你负有责任。我不用你对我负责，求你以后离我远点。两人刚建立起的微妙关系，在这一刻被海水冲刷干净。老顾在冲凉亭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回忆却强行把他拽回了7年前。那时他还和大家一样过着幸福的生活，有着一个深爱着自己的女友。他就像蓝天上飞翔的鸟一样，自由地飞翔在广阔天空中。但也正是某次飞行事故，才导致了他们阴阳相隔。那天以后，天真的顾南亭随着爱人一起死去了，留下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躯壳。他严格要求自己，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要做到完美无瑕，所以才获得了无情机长的称号。但是自从小程出现后，他却一次又一次地为小程打破自己的规矩。因为上次的报警事件导致航班延误，有2位乘客对小程进行了投诉，其中1位还是白金 VIP。领导强烈要求让小程转到地勤组工作，就算老顾动用主角光环也是无济于事。经公司商讨决定，把你暂时派到地勤部学习。一个飞行员突然被降为地勤人员，只要是有尊严的人就不可能接受。小程这种自尊心极强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坚持了7年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他拿出了之前写好的辞职信，在沙发上整整发呆了1个晚上。第2天他就把辞职信塞到了老顾的办公室，然后默默地坐上了电梯准备回家，眼中的泪水已经在打转。当电梯门打开那一刻，他强忍着落泪的冲动走出了电梯，却还是不争气地哭了出来。无助的他给地主家的傻儿子发去了邮件：房东先生，很抱歉因为我私人的事情来打扰你，但我实在不知道能和谁说。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啊？非常棘手，所以我打算辞职了。我记得你说过，你在做你梦寐以求的工作。我并不想左右你的决定，但你现在明显有疑虑。
建议你再慎重一点。我尊重你的一切选择，但我希望你未来回忆的时候不会后悔。谢谢你，我想清楚了。地主家的傻儿子的鼓励让他再度燃起了希望，他赶忙跑回去想要拿出辞职信，可狼狈的一面刚好又被老顾给撞见。一个优秀飞行员突然被降职到地勤，换谁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小程把这一切都怪罪到了老顾头上，他认定了就是老顾看他不顺眼。总有一天，我要让顾南亭亲口承认，我陈潇绝对有资格成为飞行员，成为机长。可他却不知道老顾每天都会来看他一眼。这段日子，小程起早贪黑的工作，非常害怕自己还会犯上什么错误。每天工作勤勤恳恳，虽然很累，但只要一想到总有一天能够碾压老顾，他又会瞬间满血复活。累了困了都无所谓，在脑子里幻想着怎么揍老顾。就这样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认真学习，彻底没了当初那股骄傲的劲头。老顾也看到了小程的改变，他终于舒了一口气，接着转头就找到江总，要求他把小程调回飞行部。关于程潇的工作安排，你有什么打算？程潇啊，他训练有1个周了吧？怎么样啊？没出现差错，你看效果还是不错的。既然已经达到交流学习的目的，您看是不是让程潇回到飞行部？毕竟他是飞行员。这就让他回来？可这货还在记恨上次小程举报他侄子的事，所以根本就不想过把小程调回来。老顾虽然十分生气，可谁让人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这天小程却遇到了他老爸，他整个人都呆住了。小小，你怎么在这儿？这是流动性学习，交流一下工作。真的是学习？是啊，天真的老爸居然信以为真。小程叮嘱老爸千万别告诉老妈，不然肯定又会逼着他辞职。搞定了老爸的事后，小程又赶忙来找到江老头，问啥时候能回飞行部。这老家伙正愁着怎么挑拨离间，结果小程自投罗网。于是江总反手就说是老顾不同意让他回去。顾部长是你的专属教育，有什么情况你是不是先去找他反馈一下，对吧？就这样，小程对老顾的仇恨都又增加了。失魂落魄的小程回到家里，发现妈妈已经知道自己被降职的事，然后母女俩又大吵了一架。程潇，你还是听我的吧啊！赶紧跟我回去准备思考好吗？不，你想都别想，我不会辞职的，而且我就待在潞州，哪儿也不去。你别想控制我，我以后也不会再让你控制了。小程本就在气头上，可老顾却在这时候打来电话，他立马就挂断电话，紧接着直接拉进黑名单。祸不单行，工作时由于航班延误，本是故障维修的问题，却被他说成了天气原因，这可是牵扯到赔偿的问题，所以他又惹到了麻烦。男人作死，拿起一杯水直接泼到小程的脸上，一旁吃瓜老顾立马冲上前阻止，男人还想反咬小程一口。你干嘛？你还想打我啊？如果是以前的小程，估计男人早活了。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的他成熟了许多，反手就呼叫了机场的佛伯乐。79号登机口有。你干什么？我放手！喂，放手！所有登机口都有监控，你刚刚做了什么，全都录下来。怎么回事？这位先生闹事泼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张哥你好，我是潞州机场公安，你刚才的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虽然成功把事情给化解了，但小程也被一起带走做笔录。老顾担心他一个人搞不定，于是随后也跟着来到局子里。可谁料人家小程早就做完笔录走了，他只能尝试打电话，可却一直显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老顾认为小程就是在跟某个朋友疯狂唠嗑而已。刚回到公司，屁股还没坐热，天真可爱的老顾又拨通了他的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另一边的小程来到了谢部长的酒吧，谢部长一眼就认出了他。最近小程的事他也比较上心，并且心里也对他有点同情，所以他立即就给老顾发去了短信。收到消息后的老顾立马来到了酒吧，刚想问问他电话的事，但看到他楚楚可怜的样子又不忍心打扰，所以在外面等了很久。可是酒馆都打烊了，小程都还没出来。好奇的老顾进去一看，才发现小程睡着了。老顾打算就这样坐在板凳上等他醒来再问清楚真相，可这一等就差不多等到天亮。眼看小程还没有想起来的欲望，老顾只能默默地脱下衣服披在小程的背上，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回家补觉去了。隔天一大早，小程醒来就发现自己身上的外套，服务员告诉他这是老顾的外套，但小程表示我不相信。顾南亭？对，
这边的老顾天一亮就起来给小程做三明治，结果一到公司就看到小程在1块钱的肉包子，他默默地看了一眼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三明治，心想自己的白瞎了。倪战可看不得自家兄弟受着委屈，随即就去找到小程摊牌。其实让你去地勤不是他的主意，是江部长的意思。江部长？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我认识他10几年了，他就这样，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小程一听懵逼了，最后还是厚着脸皮去找老顾道歉。是我误会你了，我都知道了。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想让我放弃，不可能。CP 基础关系总算修复了。事后老顾才想起忘了问小程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聊电话的事。隔天一早，倪战又故意把小程安排到徐总要走的登机口，让小程在他眼里刷一下存在感，接着赶紧说道：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地勤，就是从回影转到科研的女飞。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对。她怎么会在这儿？我听说是江部长把她调到地勤部来修行的。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呀？徐总表示想不明白，公司花费重金培养的飞行员怎么会被安排过来做地勤了？他只是稍微拉了一下男人的手臂，网友就立马把这画面发到网上了。话题就是陆航大帅哥强势碾压高能小可爱，还强行把小可爱献祭给了佛伯乐。网友实名举报陆航有黑势力，这事一下子就在陆航高层之间炸开了锅。视频算是撤下来了，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对不起，徐总，给公司添麻烦了。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这老头随后肯定会有所行动，他不会放过天赐良机。在场除了谢部长以外，就没人愿意帮老顾，所以老顾最终还是被撤掉了副部长职位。今天是老顾的倒霉日，可江老头却比中彩票还要开心。刚才会上，徐总已经宣布了，顾南亭不再是飞行部副部长了。当晚，老顾坐在沙发上沉默了许久，死活想不到是哪个缺心眼的玩意搞这么一出。得知兄弟落难的倪总火速前来应援，熟练的从冰箱里拿出2个酒杯，然后想都不想就开瓶了。老顾表示自己不喝，可倪总却告诉他这是从江老头家里的床底下抢过来。一听是江老头珍藏酒，老顾立马接过，二话不说一口闷，喝完后就吐露心声。副部长并不重要，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但制度不一样。一套优秀的制度可以让更多的飞行员更快速地成长起来。现在停职了，什么都做不了了。看来还是你总是铁哥们，三言两语就让老顾吐露出心声。这是要从7年前说起。老顾在一场篮球比赛上结识了初恋小易，只要1秒钟，老顾就完全被小易吸引住了。巧合的是，小易刚好又是倪总的表妹，这已经是赢在了起跑线上了呀。两人很快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毕业后，老顾用最短的时间成为了陆航的副机长，这让同为飞行员的小易感到了危机。男友越来越优秀，可自己却还是一个处于实习期观察员。别着急，陆航的实习申请我都给你填好了，我拜托了我师傅，让他带你，保证进步神速。小易为了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在考核时随意改变了飞行航线，这也导致了后来的悲剧。小易的死让老顾万分悲痛。这些年他一直以来都活在回忆里，他用了7年的时间让自己变成一个工作机器。他那么拼命当上副部长，并不是为了钱。我立过誓，以后每次飞行，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也必须万无一失。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立规则制度上，本来想今年就提上议程。经过一通发泄后的老顾沉沉地睡了过去，但他都还紧握着存着关于小易的苹果手机，由此可见小易在他心中的分量。而小程这个小可爱，到现在都还正沉浸在重返飞行部的喜悦中。哇，我幸福的爆炸了，爆炸了！瞧你那没出息样儿，都快赶上我以前了。不过宋宋的一番话又让他重返深渊。停职？你还不知道，蓝亭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为什么？南亭跟那个泼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被人发到网上，徐总看到了。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是那个人的错，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小程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顾，结果人家根本就不理他。小程立马把老顾的水给倒掉。跑步结束后的老顾来找水喝。
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我没有浪费，就浇灌了土地。虽然降职的事已经让老顾很不开心了，但还有一个未解之谜让老顾十分好奇。为什么你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今天是他女朋友降临人间的日子，我今晚能请个假吗？可老顾就选今天让他疯狂爆肝，一边是偶像加上司，一边又是陪伴自己的心肝小宝贝，这让宋宋彻底犯难了。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爆肝。你实话告诉我，怎么了？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昨天她过生日，连续3年，我都没给她过上生日。昨天你不是6点多就落地了吗？你为什么没陪她呀？南天哥留我做案例。小程一听又是老顾吃饱撑的慌，心想这货自从被停职后，总是会干一些非正常人能所及之事。于是他转头就去找到老顾。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还不让他去？经过小程的一番杠精嘴炮，要是换做以前的老顾，肯定会让小程当场嗝屁。但最近的老顾也不知道是咋了，整天总是神经兮兮的。他不仅没有反驳小程，甚至还主动去找到宋宋道歉，并且送出了自己珍藏的坚100模型。请问老顾，你还缺加班狗吗？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清楚，会给你准假。哎呦，真能绕，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我先走了。细心的小程也发现了老顾的不对劲，因为只要他在上班时摸鱼，老顾就会闪现到他身后。可当他前脚刚走，老顾后脚立马就跟了出来。你去哪儿啊？回家。走吧。反正就是变着花样的想送小程回家。第一次坐老顾的高档轿车，他发现老顾的车速永远都在40迈，不多也不少。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顾小圆也太好玩了，我怎么才？能不能安静一点？可小程就是有多动症，这让有强迫症的老顾难受的要命。接着小程又关掉空调，打开了窗户吹风，看着他50×5的样子，老顾竟然也跟风模仿起来，悄咪咪的打开了一条缝隙。这简直就是离了大谱啊！就连吃饭也要坐一起。贴心的小程还把自己的臭豆腐分给了他吃。可以做好准备了。真的吗？那再飞30个小时，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你还差28小时。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嘿嘿。虽然你不是每次都供我飞，但作为教员，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不久之后，小程飞行历程终于累计完毕，重新晋升到了副机长。老顾给他们戴上了徽章，可轮到小程时却……程翔，你的徽章自己戴上。为什么？他们都是你戴，为什么我要自己戴？你拿好。我也是晋级的飞行员，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老顾只能硬着头皮上手戴徽章，岂料小程居然抬头挺那啥。老顾感受到手指上传来的异样，瞬间懵逼，徽章死活就是戴不上去，搞了几个小时才勉强戴上。谢谢顾教员。从这天以后，小程总是有意无意的撩老顾，而老顾竟然还帮他拍照，两人的配合也是越来越有默契。老顾控制起飞，小程负责降落，真是一对好 CP 啊！不过这天的他们却又遇上了麻烦。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要开飞机。快跟妈妈回去，快！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回去。慢点。不过当飞机停下后，小男孩没开2度。我都不会开飞机。怎么了？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恐飞，刚刚起飞降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孩子的情绪可能跟母亲的状况有关。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保护妈妈。周周，单纯的小男孩认为这对 CP 的开飞机技术很渣，所以才导致自己母亲晕机。小程见小男孩如此孝顺，便动了恻隐之心。虽然飞机不可能让他开，但参观一下驾驶室总没问题吧？小程不管老顾同意与否，拉着小男孩就来到机舱。你看，这就是驾驶舱。这个左边呢是叔叔坐的，右边是我坐的，我们俩都可以这样一起开飞机的哦。最后还强拉着老顾和小男孩一起合影。看着老顾对小程言听计从的模样，一旁的宇恒吃醋了，也因此导致了他的腿部抽筋。刚好这一幕又被下班的老顾看见。怎么了？啊，顾机长，哎，宇恒他腿抽筋了。你们住在一起吧？啊，
我送你们回家吧。不用了。谢谢顾局长，哎，你人真好。那我们先走了。你一路上小心。夏至这好闺蜜就是喜欢把小程往火里推啊。另一边，不知情的小程还在傻呵呵地看着自己和老顾的合照，全然不知道自己闺蜜干了哪些好事。本来今天她的心情是爽翻天的，可谁知夏至是个大喇叭，直接就把刚刚的事给说了出来。你刚还没来的时候，我跟宇恒在公司门口，宇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局长有多着急呀，主动要送宇恒回家，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让我赶紧消失吗？小程听完后很不是滋味，看着绝世好闺蜜，她就觉得心烦。猪脑好了，补补。好。干嘛呀？还没熟呢。回去后越想越气，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想打电话给老顾却又没这个勇气。思来想去后，居然给地主家的傻儿子发去了消息。两人相互聊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荤段子，接着小程便直奔主题。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严格到变态的程度，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特别宽容，你觉得那个男人是喜欢那个女生吗？老顾皱着眉看完短信，想都不想就给小程回了一句建议远离此人。建议你离他远一点，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不值得。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个渣男？听到渣男二字后，老顾犹豫了片刻。小杜，你说我在呢。什么是渣男？我这有渣男语录50条，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想谈恋爱。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只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不想耽误你，你值得更好的。听了小杜的一番瞎扯淡以后，老顾更加懵逼了，想都不想就给小程回了一条信息。是的。小程一看地主家的傻儿子都这么说了，这下他内心里更加坚信老顾就是大渣男。消息刚发出去不到5秒，老顾就反应了过来。小杜啊，我在呢。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好了，你不用回答。隔天一大早，老顾来参加高层会议，虽然被撤掉了副部长的职位，但主角光环还在呀。副驾驶，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最近他表现不错，还受到了旅客的点名表扬。尽管老头极力反对小程参加，可在老顾的光环影响下，徐总最终还是决定让小程参加。事后老顾把好消息告诉了小程，不过小程一听到主操是江老头，心里就十分不悦了。他怎么可能让我飞？这是徐总安排的。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知道啦，放心吧，我不会给顾教员你丢人的。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次的航班老顾他的妈妈居然也在，两人都不认识彼此，但顾妈却一眼就喜欢上了小程，因为这孩子的面相看起来旺夫。下机后赶紧给儿子打去电话，老顾听到妈妈对小程的夸赞表示十分开心，全然就把为他赴汤蹈火的宇恒给忘了。虽然宇恒在老顾这里不吃香，可却是别人眼中的珍宝啊，而眼前这个口席毛就是其中之一。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什么呀？你的电话。不好意思。老公管得严啊，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太缺乏创意了。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夏至也遇到了一个蛇精病。眼镜男问夏至要啤酒喝，喝完一瓶再来一瓶。没喝够的男人显然是不尽兴，趁着空姐们去忙后，他就来到机舱偷了一瓶红酒，然后高调的回到座位上一饮而尽。飞机在江总和小程的操控下顺利降落在跑道上，而此时的老顾早就在不远处等着了，可他却殊不知此时正有一架飞机刹车失灵，溜向了小程降落的跑道上。潞州8两5两，前方飞机刹车辅料，误入我道。冲突！我是中线刹车。关键时刻，小程迅速拐向另一条跑道，才有惊无险地躲过撞击。由于刚刚的撞击导致乘客们怒气值上升，其中一个大汉直接把宇恒妹子给推倒，还不小心磕破了头。好在机场的紧急处理迅速，医疗消防很快赶到，乘客们瞬间就都下了飞机。可是最后空姐清理人员时却发现还少一个，他们把飞机找了个遍都没找到这货。最后还是机智的小程在厕所找到了他，此人正是之前那个蛇精病。他由于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对生活已经完全绝望，随时都可能狗带。
小程让江总去叫人支援，自己则是留下来安抚蛇精病。经过了几个小时的交流，蛇精病成功被小程安抚冷静。可就在两人准备下飞机时，蛇精病突发蛇精，直接就把小程推倒。这一撞也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蛇精病见惹事了，撒腿就跑。老顾见小程在上面迟迟不下来，再也顾不了那些破规定了，直接就冲上了飞机，给小程就是一个公主抱。这一切也让小程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悸动。来，慢点，慢点，慢点，来，松开，别怕，我陪着你。一路上他抓紧了老顾的手，这让旁边的宇恒很不是滋味，因为他渴望的感情现在掌控在小程手里。随后小程来到医院做了检查，他很担心自己被撞出脑震荡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还好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说没事，小程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了。这一整天老顾都陪在他身边，而两人今天的亲密接触超过了他们以往的总和。今天那么危险，都不知道飞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你为什么会冲上来啊？因为你是我的学员。那如果在飞机上的人不是我呢？你也会上来吗？面对小程的质问，老顾哑口无言了，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说辞。好在这时电梯门突然打开，才化解了尴尬。小程想等他说出答案才进电梯。就这一趟吧，我怕等久了你站不住。走吧。电梯上两人面对面站着，老顾的呼吸敲打在小程的额头上。这一瞬间他心脏跳动加速，一双眼勇敢地望向老顾，看着他一副懵逼相。小程忍不住嘴角上扬，这种感觉很奇妙。随着导演安排的碰撞，他不自觉地靠在了老顾的怀里。晚上小程想起老顾白天救他时的样子，就掩盖不住自己的笑容。两人早上的暧昧举动全都被你总看在眼里。他最了解老顾了，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老顾心动了。根本就不知道飞机上什么情况，你也不是当班机长，你就跑上去救人，你就不怕飞机着火呀？倪总的一番话也让老顾陷入了深思。虽然自己曾经发过誓言只为小姨动情，可是躁动的心又让他不受控制。这晚睡不着的还有小程，他很想给老顾发消息却又不敢，最后还是给房东家的傻儿子发去信息。房东先生，好久没联系，最近怎么样？你听说过一句话吗？人不是活一辈子，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我今天就感觉到了那个瞬间，你有过吗？发生什么事了吗？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吗？那个渣男。不瞒你说，我好像喜欢上他了。今天我度过了神奇的一天，有些感受不吐不快，打扰了，晚安。我也度过了神奇的一天，很累，又很值得。晚安。对于熟悉陌生人来说，他可以尽情倾诉。老顾看向阳台对面，两人隔着10分近的距离，就像是一对未曾见面却又十分熟悉的陌生人。他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小程，潜意识里让自己不愿承认，不过那双紧握的双手却让自己师傅看出了破绽。问问你的内心。这句话击破老顾了那破碎的心。小姨是他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疤，他曾发誓要直男一辈子，可小程的出现却让他打破誓言。不善言辞的他无法发泄出内心的情绪，只能选择用睡觉来平复自己的内心。关灯，谢谢。灯已关闭。但无尽的黑暗和寂静却没能让他入睡。小程的声音不停冲击着他的大脑，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一次失眠。平躺在床上，心跳却在加速，这不正是思念一个人的状态吗？他不相信，于是起床做起了运动，结果一看心跳居然恢复了正常。今晚看来要嗨通宵了。隔天一大早，公司召开了会议，商定昨天发生的事，全部责任由邮寄航空承担，没有异议。虽然事故已经鉴定了是优航的全责，但由于小程强行拐弯导致乘客受伤，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喜欢耍大牌的小明星，所以公司只能在机长和副驾驶中找出一个人背锅。我也进行了刹车的操作，但我的副驾驶他却做了转向的操作，导致人员受伤，飞机受损。小程表示自己发现问题并提醒机长，机长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小程已经让飞机拐进了另一条跑道，所以很难从两人之中判断出谁对谁错。我计算了一下时间，从机长发出指令到副机长操作转向发出的机轮摩擦声，前后相差不到1秒，几乎是同时。不过对此姜老头早有准备，他已经在模拟机上做出了那天的数据。冲突，保持中线刹车。
大家都看到了，在我发出指令之后，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跟我一起进行保持中线、立即刹车的操作。我们的飞机在距离优航的飞机30米之内平稳地停下。由此可见，在事发当时，如果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进行操作，飞机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停下。看来姜老头是想把小程往死里整啊！如果换做以前，小程估计姜老头早嗝屁了，但这次他却把问题甩给了老顾，他已经完全依赖上老顾了。我赞赏你为了救最后一名旅客留在飞机上的勇气，但之前的操作，按照目前的信息和证据来看，我无法判断。老顾的回答让他十分失望，有那么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在自作多情。事后，老顾也察觉到了他的失望。他刚刚之所以那么说，只是就事论事，但他为了以后少跪键盘，在小程的要求下，他们进行了模拟，1比1还原当天的场景。他本来信心满满，可模拟数据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原来姜老头真的没有撒谎。当时如果紧急制动真的可以停下，心灰意冷的他此刻也接受了自己被停飞的事。老顾看着他失落的样子，便说出了解决办法。你在会上陈述的是，在姜部长发出指令的同时，你已经进行了转向操作。哦，对哦，那这样的话，我没有违背机长的指令，我只是凭本能操作。但是我又不能证明这一点啊。光有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的确还不够，但是如果加上飞行数据记录器就不一样了。我已经委托谢部长在后续调查中将两者的数据结合，就能精确地证明你陈述的真实性。这下又让小程看到了希望。谢谢。我只是想如实的还原真相。顾调研就不要否认，你还救过我的命呢。这要是在古代，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啊？不好了，小姐出事了！你们看微博了吗？怎么了？那些航空大 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是啊，是程潇操作的呀。这一下就捅在马蜂窝上了。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肖姐，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说是肖姐害得段超受伤的。什么？我看看。网上的脑残留言清一色怒骂小程，而宇恒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那个耍大牌的小明星是因为自己不系安全带才导致受伤，实际上根本和小程无关。可是宇恒却没有想说出来的意思，因为他害怕会连累自己，毕竟当时也是他没有尽到责任。而另一边的小程对大家骂他的事完全不放心上，他只在乎老顾的态度。此刻的老顾正拿着手机，看着已经打好的字却不敢发出去，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目前的小程。小程似乎正在不断的变化，不知不觉中竟爱上了老顾所爱的运动和自律。他刚跑过一个转角处，老顾就开着车从身后出现，小程已经放慢了脚步，老顾也在龟速前行，但导演就是不允许两个人碰面。小程会经常来到机场，尽管知道自己没有接到复飞的通知，但只要能看一眼飞机，他的心就会舒服很多。这边的老顾也没闲着，为了小程的事他拼了命。曾经那个变态的老顾也不复存在了。女飞的各方面成绩并不低于男飞，这是有数据支撑的。事实上，招收女飞这一项，我们陆航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友航了。不过姜老头这货就是想把小程往死里整。我看不如大家举手表决吧，同意我这个提议的请举手。只有主角光环而没职权的老顾终究还是势单力薄，这段日子老顾也是逐渐憔悴。宇恒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把真相说了出来。当时我在做落地前的安全检查，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我提醒了他好多次，他还是不肯配合，我也没有办法。后来飞机转向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脖子扭伤了。老顾听后表示十分生气，宇恒表示十分委屈。我还能做些什么吗？第一，马上上报公司。第二，你回忆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旅客亲眼看到在落地的时候他没有系安全带？回家后他犹豫了好久，还是拨通了斯文败类的电话，因为他是真相的唯一目击者。不过这货也是坏到透顶了。今晚。可是为了让老顾不再担心，他还是决定赴约。与此同时，小程事件又开始发酵，有人居然挖出了他的家庭住址。老顾点看图片一看，才发现每天跟自己聊天的女租客就是小程。这一刻他彻底凌乱了。而这边的小程也遭到了脑残粉的恶意剪电线，他折腾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于是便求助地主家的傻儿子。接下来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终于见面了。这是他第一次在女人的面前露出羞涩的一面，小程表示十分惊讶，原来自己通讯7年邮件的房东竟然会是魔鬼领导。那
你什么都知道了？魔鬼领导，渣男。在这一刻，两人的对调，魔鬼领导害怕到连话都不敢说出来。小程好不容易逮到难得的时刻，又怎么能放过老顾？老顾完全就不敢直视小程的眼睛，此时的心跳如果要测的话，估计 ICU 起步。你觉得我怎么样？你挺好，作为房客也挺好。哎呀，我就跟你开个玩笑，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哎呀，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肆无忌惮。小程脑子瓦塔了吗？竟然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老顾走后，他立马冲进屋里关上门。从这天以后，小程彻底50成5了。天天晚上都盯着老顾的房间看，时不时还会傻笑。而老顾也很惨，失眠成为了日常，只要一闭眼就是小程。不久之后，飞机事件也终于调查清楚了，有了宇恒的证据，再加上老顾给出的有力数据，小程彻底摆脱了失误的嫌疑。程潇同志啊，你表现得非常好，前途可期。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随后，老顾还把那些脑残粉献祭给了佛伯乐。小程感到安全感满满，这次飞机事件让他和老顾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小程为了感谢老顾，他找宋宋查出了老顾这些年来飞过的航线。真的漂亮，小奸细。然后亲手在地图上画成路线图，还贴心的标记好时间。有了爱情滋润这个增益 buff， 小程顺利拿到复飞资格，还被陆航杂志被评为飞行员 MVP。而老顾这段时间改变也是非常大，倪总这个铁哥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感到十分安慰，因为老顾终于从小易的死走出来了。不过有人欢喜就有人忧虑，宇恒妹子就感觉不妥了，全天下人都能看出来，导演却强行安排夏至当个缺心眼，傻不愣登的撮合宇恒和老顾。上车。小程此时很想把这个闺蜜大卸8块。南亭哥，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最后再送我们就好。先送你们，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小程这一操作骚到爆炸。到家后，小程邀请老顾上去喝咖啡，结果老顾却想入非非。顾教员，你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进门后，小程拉着老顾来看自己绘画的路线图，接着又拿出一张新的地图，让老顾也把他的航线给画出来。老顾不带犹豫的直接画了出来，这比什么情画可好使得多了。就在两人干柴遇到烈火之时，8个这电灯泡却施展了打断技能。欢迎登机。他可能饿了吧，你去看一下吧。老顾只能败兴而回了。他每天晚上都会突然醒来，不知道来客厅看见了什么，接着又会去书房看看，就这样来回转悠个把小时，最后还是会回到客厅，然后做出了一个诡异的动作。原来他是在选贴飞行图的位置，因为他答应过小程每天都要记录他的飞行路线，这就是老顾的浪漫。他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爱上小程，可却越来越纵容小程，温柔只会留给小程。他们常常在一起飞同一条航线，今天去索马里，明天飞阿富汗，这大概就是飞行员的浪漫吧。天空是他们约会的圣地。不过这段时间将老头背着老顾使坏，作为飞行部唯一的领导，他直接就把明年的招飞计划改为只限男性，完全把女飞拒之于门外。而不知情的老顾还在为招女飞而天天爆肝。为了尽快拿出有效的方案，他直接申请暂飞1个礼拜，全心全意专注写方案。小程看出了老顾的难处，便主动申请留下帮他。然而两人都是半斤8两，天亮也没写够10个字。老顾不忍心小程操劳过度，于是便带着他回家补觉。然后第2天早上又开始战斗。小程负责打电话联系各大航校，了解那些即将毕业的女生是否愿意成为女飞，努力工作。小程此刻在老顾眼里变得十分高大上，他不知不觉间竟看呆了。想什么呢？在两人共同的努力下，总算写完了方案。老顾用数据详细的指出了女飞的优势，尽管老顾已经说得很完美，但将老头还是一票否决掉。其实这个周呢，我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调研。小宋，帮我发给大家。希望大家一起分享一下。2天前，我托民航局的朋友搜集到了各大航司明年的招飞计划草案，超过90%的航司在招飞简章里明确规定，只招男性。抱歉，明年的女飞招收计划我依然驳回。
看到老顾从会议室走出来失落的样子，小程心如刀割。为了能帮老顾扳回一局，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找我有事啊？关于女飞的招飞计划，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好消息。星舰，你知道这个演讲节目吧？看过一些。既然江老头那行不通，那么他们可以去参加一档节目，把女飞的优势等等给公开出来，让吃瓜群众们出来投票，利用舆论的力量使江老头妥协，有相当的可行性啊。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一定要认真对待。不是我去，你去。今天是他第一次登台演讲，这个演讲让他费尽了心机。为了让增加女飞在国内的占有量，老顾义无反顾地站上了舞台。优秀的帅哥往往一出场就会吸引大家的目光。这个机长超帅，当机长是不是要考颜值的呀？老顾初次登台表示十分紧张，最坑的是小程偷偷换了他的演讲稿，本来就万分紧张，现在好了直接哑火。不过当他看见自己远处的 CP 后，老顾立马满血复活，他开始认真的演讲，把民航对女飞的排斥以及女飞自身的优势逐一讲给大家听。这正是源自对职业的性别偏见。如果有机会，希望我们航空公司可以提供给女生平等参与选拔的机会。职业从来就没有男女之别，我希望少部分人语气成见，更希望大部分人勇敢迈步，在自己真正热爱的职业上发挥天分，实现自我价值。老顾如同钢铁直男中的一股清流，虽然是小程写的稿子，但完全走到了老顾的心底子里去。事后老顾对于小程的恶搞不仅没有责怪，还大大的表扬了一番。谢谢你，我很喜欢你的稿子。那顾教员也不送送我？我妈做了饭在家等我呢。哦，那你快去吧。她其实是想邀请小程回去看小程的婆婆，可话到了嘴边又说不出来。小程显然看出了她的窘迫，于是便主动岔开话题，好一对怂 CP。随着节目播出被顾妈看到，但她的注意力却一直对着小程，因为这个女孩适合做她的儿媳妇。一旦有了感觉，也不要轻易错过。罗毅是个好姑娘，但不意味着就不能接受新的缘分。老顾听后陷入了沉思，自己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放下的人，有些话不能说，有些事不愿做。他孤独已久，可小程的闯入却让他的生活丰富了起来，心中也多了一丝期待。曾经的老顾每天用手机不超过3分钟，可现在一天要充3次电，他在等一个人的回复。随着节目热度不断上升，老顾仿佛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不过现实却十分骨感。你的演讲我看过了，非常好，希望有一天咱们公司能够改变招飞计划。那明年的招飞计划已经公布了。看来努力了真的不一定会有结果，但小程却没有选择认命，而是转头就去找到徐总汇报。越级报告虽然很容易得罪人，但却也是最管用的招数。你可是咱们全公司最出名的女飞啊！1小时后，老顾就收到了与会通知。江老头看着出现在部长会议上的老顾，表示十分惊讶。可接下来还有让他惊掉下巴的事。我和几位董事在线讨论了一下，也看了南庭的调研报告，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了一些改变。董事会决定，明年的招飞，我们将拿出5%的女飞行员的招收名额。女飞的事就这样被小程给扳回局面，并且老顾也重新回到了副部长的位置。你可以复职了，重新回到你飞行部副部长的位置上。我希望你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约会，老顾对大排档十分不适应，因为在他印象中的女孩子都喜欢去高档西餐厅，左手锯子右手钉耙，优雅地吃着1分熟牛排。可小程却出乎他的意料，2两二锅头加1碟花生米就能让他开心一整天。随着俩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小程总是能在不经意间让老顾芳心大乱。在这场模糊的感情里，小程是主动方，可当你仔细观察细节时，却又会发现老顾的感情藏得隐秘而又晦涩。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扎头绳，也可以显得这么的浪漫。没有任何一个女生能抵抗得了这样的举动。隔壁桌的小姐姐们表示羡慕嫉妒恨。就在这时，一个有点二的小姐姐主动上前向老顾要微信。小程表示你是吃了豹子胆吗？直接就搂住老顾的胳膊。我不希望我男朋友加别人微信，要不你加我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虽然老顾对这个场面意料不及，但心里却十分开心。晚饭结束后，两人刚回到楼下，就碰到了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宇恒。看着两人举止亲密的宇恒知道自己必须出击了。丹婷哥，我感觉
你跟程小姐相处挺好的。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研究生毕业之后突然想转行做乘务员了？其实是因为好奇。一开始是有点好奇，不过后来越来越喜欢了。宇恒还是没有胆量说出真相，老顾给宇恒泼了一盆冷水。这么多年，我一直把你当成最好的妹妹。就在老顾和小程感情迅速升温之际，倪总却频繁出现在小程的身边。当老顾下班回来看到倪总的车后，他的第一反应就是上楼去看看，可自尊心极强的他却还是停止脚步。殊不知楼上的小程正开心地喝着倪总的手冲咖啡。这杯子有点意思啊！哦，我在陶艺店做的，送给你的，手工打造的啊，太好看了，谢谢战哥。小可爱老顾在楼下一直等待，此时此刻他的心里别提有多煎熬。还好就在他即将崩溃时，倪总和小程终于下来了。老顾见状赶忙下车，假装刚到家，看着小程冲过来，老顾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可他还是故作冷静。眼看两人的感情越来越火热，宇恒却主动发起了攻势，选择在顾妈这里下手。拍下合照后，宇恒立马发到朋友圈，这可让正在刷朋友圈的小程很不是滋味。小程的心一下就堵上了，桌上的美食顿时也不香了。正和他约会的倪总也突然不帅了。倪总发现了他的不对劲，于是也悄悄地拿出手机，果然就刷到了宇恒发的合照。他先是顺手点了赞，可没过3秒却又想起了什么，然后赶紧收回了点赞。倪总的爱比宇恒都还要卑微。老顾作为毫不知情的当事人，面对突然冷淡的小程，他不知所措。于是他试探了一下小程，可换来的却是小程的白眼。接下来的这几天，小程依然是对老顾不理不睬，就算是再蠢也能看出小程的不对劲。碍于面子，老顾不敢开口问，于是他把主意打到了宋宋的身上。程潇最近出什么状况了？南京哥，你平时刷朋友圈吗？见老顾一脸懵的样子，宋宋只能默默地翻出朋友圈那张合照。老顾看后可算是 get 到小程生气的点了，看他这委屈无奈的小表情，本想对宇恒发脾气，可当听到他柔弱的语气后，只能提醒他以后别再乱发这种让人误会的照片了。有点此地无银的意思。就这样，光明正大些挺好的。好吧。第二天，老顾买了2张小程最喜欢的脱口秀门票，费尽心思的让宋宋带着小程去看。因为这几天他发现小程一直都在看脱口秀，于是便想着投其所好。聪明的宋宋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小心思，于是转头就在小程跟前把老顾给卖了个一干二净。小姐，我特意查了，明天你正好没有航班，你说这张票是要请谁看的？花招还挺多。两人的尴尬关系可算是缓和了不少。虽然小程心里还是有点生闷气，但至少他已经愿意上老顾的车了。钢铁直男老顾为了哄好小程，那可是绞尽了脑汁。小程也总算是恢复了以往的样子。不过两人还是也没人跟我谈恋爱呀，孟非的时候闲着也是闲着。能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贵州发生洪灾后，陆航成立了援助计划，由老顾带队前去支援，而小程也要义无反顾地跟着老顾一同前去。这次的飞行具有不一样的意义，他们是否能甜蜜而归呢？你总看着幸福洋溢的二人，心中百般不是滋味。他知道有些事情错过了就永远都错过了，命运就是这样喜欢捉弄人。不过倪总的出现让老顾感到了不安，特别是小程主动搭讪倪总时。我来，运货可是我的强项。而且詹哥，你前天熬了一个通宵，也没好好休息休息，正好在车上你可以休息。这么体贴。这可把一旁的老顾看得不是滋味。不过碍于你总是自己的好兄弟的份上，也不能说什么，只能强忍着醋意让小程和他坐一辆车。虽然小程对你总并没有意思，但他不经意间的关心和暧昧，又让你总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从山里出来的他比老顾更勇敢一些，而这次的援助行动给了他最好的机会。可是，一旦老顾出现在小程的视线里，他的存在感就会荡然无存。这也是倪总最纠结的事：兄弟和女人之间该如何权衡？反观小程则是十分单纯，他全心全意放在老顾的身上，老顾的开心就是他的一切。两人就如同热恋中的小情侣，感情在彼此的拉近中飞速升温。本来他们都以为这次的援助只是小菜一碟，结果却比他们想象要困难得多。什么声音啊？地震吗？应该山体滑坡吧。老师好像肚子疼，叔叔阿姨，你们快去看看！走。刚刚山体滑坡老师在寻找学生的时候不小心动了胎气，但他却丝毫不担心自己的孩子，而是让老顾他们去后山寻找小乐。随后众人赶忙来到后山寻找，在老顾的带领下，半小时后终于找到了被困在木屋里的小乐。可木屋只能承受一个成年女性的重量，
所以由小程进去。最终两人还是拗不过小程。我来。哎，不行，太危险了，别逞强了。这个时候谁适合谁上，不要耽误时间。只能让他去冒险一试。虽然小程体重刚好足以让木头承受住，但是由于他的失误，让孩子和自己都陷入了危机。此时得老顾再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就冲上前来救出小程。小乐，你稍等一下啊，别乱动。小乐，立成，立成！刚刚的动作让木屋一下就不稳定了，眼看着就要塌掉时，林奕成居然不顾危险冲了进去，强行把小乐给抱了出来。大家都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我女儿兜兜跟小乐年龄相仿，那种担心孩子的心情，你们是不会懂的。这次的救援让大家都更深刻地了解了彼此，而小程也和夏至破镜重圆，恢复了好闺蜜的关系。人家都说了，闹过矛盾还能再好的，那才是真的好。就是好，就是好。行，那我播。我去屋里拿东西，可以，轻点，你别累我。哎。此刻内心波澜，表面却正在装睡的他，知道睡在旁边的小程正深情地看着自己。该睡了。老顾实在快受不了他那直勾勾的大眼睛，可小程却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脑子里不断涌现出白天时老顾救他的画面，那种经历过生死相交的瞬间。小程现在很确定自己内心的想法了，所以他大胆地做出了冲动的行为，柔软的香唇轻轻地落在了老顾的脸颊，老顾轻微抖动的手指已经证明了一切。小程满足地闭上双眼，而躁动的他却睡不着了。半米的距离在这一刻成为两人之间最后一道防线。老顾小心翼翼地吐出一口气，可不停抖动的手指让他久久不能平静。他好不容易才闭上了眼睛，可小程又伸出了他不安分的小手。老顾内心挣扎了许久，最后还是紧紧地握住了他。就这样，两人幸福地睡了过去。隔天一大早，老顾小心翼翼地抽出他的左手，而他对小程亲密的动作却被刚醒来的倪总看到。他知道自己再不行动就晚了，所以他主动向老顾摊了牌。喜欢他，他是我最喜欢的学员。只是学员，没其他意思。怎么可能？那就好，毕竟在公司你们也算师徒，你要喜欢他，我还真有点为难。老顾听后顿时就明白了，原来好兄弟也喜欢小程。你觉得我跟陈潇合适吗？怎么，觉得我不够好，配不上他？没有，怎么会？哥们儿，情路刚有点方向，你得支持我啊！在兄弟和爱情的面前，老顾还是选择了退缩，而不知情的小程还满怀期待的来找他。他本以为经过昨晚的事后，两人的窗户纸也算是捅破了，可老顾突然的冷漠却让他不知所措。他不知道为什么老顾毫无缘由的就开始闪躲他。他干嘛去了？不放你车子，去检查一下。不久后，援助行动结束，他们也返回了潞州开始工作。这一路上，老顾的异样让小程感到很担心，所以他还是决定问个究竟。我喜欢你，你是知道的吧？为什么忽然开始躲我？如果我之前有什么让你误会的话，我很抱歉。你只是我的学员，仅此而已。你的意思是，你冲上飞机救我，爬进废墟救我，我们一起准备演讲，一起庆祝，都是我误会了？我的确从来没有对你有过任何超出界限的感情，也希望你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老顾违心的说了狠心的话，字字诛心却勾据带着不舍。他们还没开始的感情就这样被老顾给扼杀掉了。暗自神伤的老顾只能来到妈妈的家里，用打扫卫生来转移自己的心事。顾妈一眼就看出了他的不对劲，但是儿子不肯说，他也没办法。老顾也是够狠心的，就没有给小程一点遐想的空间。这关上的不仅是一扇窗户，而是两人之间的希望。老顾狠心的把关于小程的一切抹除掉，两人又开始回到了当初尴尬的局面。小程开始忙碌他的考核机长之路，老顾也开始忙碌他的安全守则。两人突然之间就断了联系，但是在深夜里还是会忍不住想着对方。往后的这段日子里，他忙着竞争副总，他忙着考核机长。你们聊，我先去准备室。老顾的绝情让小程仅存的希望彻底破灭。今天是你第一次坐左座吧？送你个礼物。一边走一边小心翼翼偷听，两人听到动静后，抬头一望，那尴尬的瞬间都能抠出3室一厅。小程也在他面前故意搞事情，转头就直接当着他的面用起了你总送的钢笔。老顾此刻那煞白的脸开始发紫了，此时此刻还不承认，
连我都看不起他。终于结束了这一天的飞行，两人全程除了工作并无交谈。老顾似乎是有点赌气的说道：“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以后你不再是我的学员了。”什么意思啊？既然转了左座，以后就需要你自己领悟和学习，从每次的大单机长身上学习不同的长处，只跟着我飞，反而会阻碍你的进步。知道了。小程虽然在他面前装作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可回到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记录他和老顾一起飞过的航线。一天中也就这个时候最开心了，看看老顾做的有点做了吧，连个窗户都不敢打开，却在那儿悄咪咪的透过缝隙偷偷看小程的一举一动。本以为两人会就此没了联系，岂料第二天两人一起登上了陆航头条丑闻。他和老顾同住一个小区，被有心人拍了照，而且他接受倪总礼物时也被人给拍了下来。这些照片经过 Air 处理后，小程变成了脚踩2只船的陆航女飞，同时勾搭双部长，才短短半小时就人尽皆知了。小程刷着新闻底下全是诋毁谩骂他的评论，已经没了脾气，但突然刷到老顾出面澄清的评论：程晓只是我另一套房子的租客。其二，我并未订婚，更无恋情。特此声明，谣言止于智者，望自重。本就伤心的他现在更是透心凉了，于是他马上拨通了老顾的手机。程晓，你做这些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我？我当然是为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学员。现在已经不是了。说出这句话，他用尽了全力。听完这句话，老顾今晚肯定要失眠了。第二天一大早，陆航就召开了全体会议，江总更是在会议上点名批评小程作风有问题，他只看结果却不调查清楚原因，就给小程下了定论。面对江总的故意为难，小程这次没有再坐以待毙，他主动站出来澄清了此事。实话告诉大家，4年前我就租在那儿了，这是我的租房合同和所有的转账记录。4年前我还在货运部工作，我根本就不认识顾部长。是直到3个月以前，我才意外得知，我的房东是顾部长的母亲。我承认，我是喜欢她。你真喜欢顾部长？但是帖子里说的绯闻完全子虚乌有，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接受我。从今天起，我会从顾部长家退租。老顾看到他撕毁合同那一刻，心如刀绞，口是心非的他还去找倪总解释，此刻还是不愿意面对他喜欢小程的事实。而小程现在也面临困境，搬出老顾的房子就没地可去了。之前买的房子由于资金暂缺，所以装修计划也停止了。但他刚刚已经放出了狠话，无论如何今天一定要搬出去。他只好来到自己买的那套房子看看，却意外的发现房子居然已经装修好了。叔叔联系了我，而且出钱重新启动了装修，估计是想给你个惊喜。此刻他才发现，原来世界上最爱自己的男人一直在默默的付出，并不求回报。他有一个奇葩嗜好，每次只要遇到感情难题，都要来找他师傅交流交流。你们俩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从南山回来之后，程潇找我谈了一次，然后你就给人拒了，为什么？我还没想好。可他的表现却让他师傅感到很失望。平时做事这么雷厉风行的人，在感情上优柔寡断，师傅的话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感触。事后老顾从宋宋嘴里得知小程今天就要搬家了，于是他以最快速度赶了过去。在路上本想好了一堆话表白，但小程打开门见面的那瞬间，老顾又全憋回了肚子里。他很想让小程留下，但该死的自尊心又在作祟了。新的租户下周就会住进来，全身上下估计也就剩这张嘴硬了。可他前脚刚放完狠话，还不等小程服软，霸气的倪总就带着搬家公司上来了。这下不搬也不行了，自己犯下的错只能自己扛了。小程真的很刚，被老顾残忍拒绝时他没有哭，被江总点名批评时也没有哭，被全路航误会时也没有哭。别碰那个！对不起，对不起。可是，在被工作人员不小心撕坏了他的航线图后，他彻底绷不住，躲在厕所里哭了一个下午。因为这已经是他和老顾最后的念想了。
当晚，小程就快速收拾好行李搬走了，老顾却坐在阳台一直偷偷的看着，直到灯熄灭后才敢凑上去。他就这样远离了老顾，留下了一个万分不舍的老顾停在原地。聪明的宇恒早就察觉到了小程和老顾的异样，所以小程刚搬走，他马上就找到顾妈，想把小程退租的房子租下来，只要能和老顾有接触，哪怕是一点点关联，都会很开心。那套房子我暂时还不想出租。老顾的回答让宇恒瞬间心塞了。往后的日子里，小程开始了新的生活，但老顾却时常待在小程住过的房子里发呆一整天，哪怕是找到一个小程的随身物品，他就会忍不住嘴角上扬。他后悔了，要是当时能果断一点，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从这天以后，他很少接触到小程。今天飞西安82拐3航班的范机长突然腹泻，请了病假。82拐3？啊，对，晚上8点半的。稍等，我看一下今天休息的人员。命运喜欢将他们牵扯在一起。这样吧，这班我来飞。顾部长，这趟航班有程潇在，您之前有特别交代过，尽量减少。今天情况特殊，休息的人员不够带飞资质，我去吧。老顾带着一丝期待的主动申请滴滴带飞，或许这样还能见上小程一眼。咖啡赶紧喝了，别打翻了。不是我喝，我不喝，谢谢。也不是给你喝的。而随后，就在他们准备起飞时，飞机却突然断电了。原因是凡哥不小心摔了一跤，把供电接头给撞掉。老顾完全不了解清楚原因，直接就上报了公司。等倪总匆匆赶来想替手下求情时，谁知老顾已经上报完毕。凡哥这下不仅要停工3个月，甚至还要面临被开除的风险，在他本就困难的家庭上更是雪上加霜。事后老顾得知真相后也有点自责，但他并不认为他的做法是错误的。王凡是我兄弟，看在我和你之间的关系，你不应该这么苛刻。王凡的事，对不起，但我不会因为他是你的手下就放宽标准。这起事件很有典型性，要去深究背后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我才上报的。王凡骨折了，躺在医院。你知道他什么情况吗？他老婆是全职太太，还有2个孩子，生活已经很拮据了。现在3个月不能开工。老顾的强硬导致你总和他产生隔阂。有时候真觉得你很陌生。他紧张地敲了小程的房门，开门后就迫不及待地抓住他的手，紧张查看。小程此刻有点懵逼，心想这老顾又发什么神经？你的手，没事啊？这么巧啊？南天哥怎么来了？咱们一块儿进去吃呗。原来是宋宋在背后搞的鬼。对于好友小程的终身幸福，他还是倾向于老顾的，故意撒谎说小程手被烫伤，就是要让老顾过来搅局。本来挺黑皮的聚会，但老顾一来，空气中就充满了尴尬。倪总就像男主人般，他不仅要小程坐一起，就连说话办事都是男主的范儿。小程就像发情期的母狮，而倪总和老顾则是2头威武的雄狮。虽然小程明显更倾心于老顾，但谁让他自己不争气，想说的话全都烂在了肚子里。程夏，祝你在新家诸事顺意，平安喜乐。来，谢谢。老顾，我真是替你感到着急。看看温柔体贴的倪总，不停地给小程夹菜，更是准备了走心的搬家礼物，而且这礼物非常珍贵。这是小程曾经在货运部时开的飞机，上面的编号是他的生日，就连飞机退役时小程留下的口红印子，也被倪总1比1复刻到了模型上。这跟外面能买到的飞机模型不一样，每个部件都是用退役的波音飞机的蒙皮做的，我重新锻造、组装、上色。就这一点来看，老顾就被彻底比了下去。老顾在一旁深受打击，可却还要强颜欢笑。散场后回去的路上，倪总终究忍不住问：“你今天为什么回国了？”宋宋他在南山的时候，我问过你2次，你怎么回答的？程潇是我的学员，我关心他就和你关心王凡是一样的。对于倪总的质问，他还是选择了逃避，藏了一肚子话，憋了一晚上的委屈。无奈的老顾选择把这心里话发给了曾经的小姨。我突然开始怀疑，一直以来，我是不是都在自欺欺人？但他是你哥哥喜欢的人，我怎么可以？这些话，我没有人可以说。
对不起。原来这就是他要逃避的理由。这段时间，宋宋可是帮了老顾不少忙，办事非常用心。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挺配的，南丁哥看起来也不像是不喜欢你的样子。如果他喜欢还故意躲着，那不管什么原因，就是不够喜欢。那我干嘛要强人所难？小程有点心灰意冷了。从那之后，连续几个月他们都没再联系，甚至见面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小程今天飞叙利亚，老顾明天就飞索马里，时间和地点完美错开。现在的小程除了事业啥都不想，他下定决心要干出一番成就，其他东西只会影响他起飞速度和降落准度。而痴情的老顾就没那么想得开了，他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下班回去画小程的航线图，每每想起小程就夜不能寐，每天皱着眉头想着他的小心事。老科尔 P 想占小程的便宜，却被一旁默默等候的老顾撞见，他立马冲上前一把推开老科尔 P。没事吧？懂了。你干什么你啊？南亭，这是咱们的孙董。孙董怎么了？误会了。哎，咱的车来了。老顾这次的霸道护妻实在太刚了。小程一脸懵地看着他，说不爱我的是你，奋力保护我的却还是你。你总看着老顾牵着小程的手，直接就一把拉开。醉酒的他怨气爆发。你说你带他来吃饭，就是带他来应酬吗？我问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带他来这儿？能让你管吗？他不分手归你管吗？凭什么你总可以爱得那么坦荡，而自己却受尽委屈和折磨？他去哪儿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啊？那你又是他什么人？你凭什么带他来这儿？不是他，是江部长让我来的。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你凭什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生气？老顾一听是江总约出来的，这才把对着你总撒的气给放下来。你在这等着，我去看看他。随后倪总和老顾在洗手间彻底摊牌。老顾对小程的爱意，其实他早就知道了，但却一直心存侥幸，因为他知道老顾看在小易的份上会让着他。倪总很渴望得到小程的爱，但这一刻小程不属于他。老顾虽然不肯承认，但倪总清楚小程心里装的全是他，但老顾却不懂得珍惜。你喜欢他是因为我是吧？啊，你要把他让给我是吧？你把我当什么了？你把程潇当什么了？胡兰婷，你也太伟大了！站在门外的小程听到了所有对话，才知道老顾心底里的想法。原来这就是老顾要拒绝自己的原因。事后他还是忍不住要问个究竟。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做了这么伟大的一件事儿，把我让给了战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本来也不属于我，我怎么可能？那是因为你拒绝了我。程潇，你很好，是我的问题。他的回答实在让人太无语了。遇到事就是我的问题，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问半天也解释不出个所以然。这下小程真的被伤到心了，他走得很干脆，没有给老顾半点余地。就老顾这样的处理方式，是我也不想原谅他。小程走后，他把倪总带回了自己家，情敌归情敌，兄弟归兄弟，老顾这点还是分得很清楚。安置好倪总后，他又来到房里跟小易吐露心声。这一晚很多人伤心啊。宋宋也向宇恒表白，却遭对方送好人卡，还没开始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随后宇恒转头也找到老顾表白。其实我当时来应聘乘务员，就是为了能和你走近一点。结果又被老顾发了一张好人卡。从上学暗恋到现在一起共事表白，能争取的都争取了，卑微的爱得不到回应，宇恒也该放手了，因为最终他会是和倪总一样的结局。等不及的倪总也决定表白了。其实我……战哥，你看我叫战哥我都叫习惯了，要是哪天换作叫倪总，你多别扭啊！短短的一段时间相处下来，倪总确实被小程深深的吸引了，但他也该要承受得了被拒的结局。第二天一大早，程爸突然来找老顾。您是？我是程潇的父亲。啊，你好，叔叔。你好。来，去我办公室吧。好，谢谢。老顾对程爸可是敬爱有加，或许是爱屋及乌吧。而程爸找到老顾的目的，竟然是要劝小程换一个工作，原因是程妈10年前遭遇过一次空难，那次以后她就患上了应激障碍，对飞机充满了恐惧，而小程又执拗地选了航空专业当了飞行员，这也是导致他们母女感情不和的根源。老顾听后当即就拒绝了程爸。对不起，叔叔，这个忙我可能帮不了你。我可以想象，如果程潇失去这份工作，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整个世界的崩塌。
对不起，顾部长，我今天换衣服的时候忘记把徽章拿下来了，我回去就写检查，保证以后下次注意。要是换做以前的老顾，他肯定就要活了。但今天的老顾没空去在意这些细节。你小子运气够好的呀！因为今天可是他竞选副总的日子，竞争者一共有3个：飞行部部长姜老头、机务部部长倪总以及老顾本人。而给老顾投票的大多数都是空姐，甚至还有食堂的做饭阿姨。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老顾优势很大，但实则输在了人脉和资源上。因为他的办事风格不合群众的口味，所以导致了不少高层领导对他嗤之以鼻，这也就间接的影响了最终的拍板权。尽管徐总并没有明确表明谁胜出，可他却把下周新加坡首飞签约仪式交给了姜老头负责。看来姜老头当上副总已经是板上钉钉之事。姜部长，到时候你将和冯董一起代表陆航在签约书上签字。没问题，徐总。老顾对此则是保持佛系态度，我有光环我怕谁？到最后一击肯定是我的。反观倪总就不一样了，他表示要和老顾合作对爆姜老头。如果姜涛胜出，你的安全体系他会采纳吗？那是对他既有体系的重建，对他地位的挑战。老顾依然表示我有光环加持，而另一边的姜老头此时非常得意，他感觉自己也成了男一号，有了一种副总之位非他莫属的错觉。别出去跟人议论啊，要低调。是。小程这次又被迫和姜老头搭档，从他面部表情来看就知道对姜老头有多么不爽，但你就是奈他不何。眼看着飞机就要起飞了，他却带着机组人员去拍董事的马屁。冯导，我带着机组成员出来给你打个招呼。今天亲自飞啊？陆新航线是咱们未来国际线最重要的营收增长点，公司上下都挺重视的，首航一定要确保顺利。冯导，有什么需求就跟乘务员说。这次的乘务组啊，配的都是最优秀的。去忙吧。人情世故这块他真的是个老油条，老顾和倪总还真是说的有道理。从起飞那刻开始，姜老头就没停过嘴，不停的和小程聊家常。就在姜老头闲聊打屁之时，机舱内却发生了紧急状况，一个眼镜男晕倒在了厕所里，这可把众人给吓得够呛。头等舱里没有医生，经济舱也没有。今天是陆航到新加坡的首飞，搞这么一出可不太吉利。经过一番折腾后，眼镜男稍微有所好转，但脸色依旧很难看，最好就是尽快被降就医。随后乘务长向姜老头报告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突发胸闷、恶心、呕吐，无既往病史。他和他的家属是什么意见呢？他们不了解什么是备降，就说听从机组安排。姜老头一听顿时就犯了难，备降至少要耽搁3到5个小时才能起飞，而今天又是他们公司签约的重要日子，要是备降肯定会耽误行程。小程啊，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好。就在小程出去查看乘客情况之际，姜老头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Second control, no air 805, cancel request, continue to Singapore。他放弃备降这个事，只有他的小舅子知道。毫不知情的小程完全被蒙在鼓里，压根就不知道错过了备降的最好时机。看样子，姜部长没有选择备降。老顾一看姜老头这般不知天高地厚，顿时就怒火冲天，准备和他说道。乘务长，姜部长，我是郭南亭。我们现在备降还来得及。旅客看起来没事，但不代表真的没事。郭南亭，你今天是飞机上的乘客，你没有权利干预驾驶舱的事务。你现在擅自使用飞机上的通讯设备，我可以直接让空警控制你。今天的姜老头硬气得很，丝毫不给老顾面子，对了老顾一顿还不过瘾，转头又开始对小程。我刚才让你出去了解病人的状况，谁让你去跟旅客商量飞行的事儿了？因为在他眼里，小程这小丫头片子就是老顾的 CP。这急的姜老头还真的有点刚，老顾还是头一次在飞机上受气，可他暂时也拿姜老头没办法。不久之后，飞机总算是到达了樟宜机场。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那名心肌梗塞的乘客没事了时，他却突然一口气没喘上来，当场断气了。这下子机舱彻底炸开了锅。宇恒一摸，颈部脉搏动消失，呼吸消失，失去意识，抬到前服务舱。慢点，先生我来，先生我来，来，小心小心。他们赶快把人抬到备餐区，持续给他做了几10分钟的心肺复苏。而驾驶室的姜老头也得知了客舱发生的事，瞬间怂了。这下事情闹大发了，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官司缠身。一成，你在这守着，出去看看。亮，
小亮，星等乘客经过一番紧急抢救后，最终还是死去。姜老头见大事不妙，赶忙让乘务长去做最详细的事故调查。眼下撇清责任，甩锅给乘客才是最重要的。毕竟拒绝备降这事只有小舅子和他知道。姜老头就这样瞒着所有人举行了签约仪式。不过就在当晚，眼镜男的父亲就找上门来闹。虽然这事跟小程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还是心存愧疚。同时，姜老头也像蚂蚁上锅一样，心里多少有点过意不去。不过更多的是担心影响自己的仕途。后来借着多年的经验和关系网，轻松的就把这件事情给压了下去，甚至连徐总都没有责怪他。这份报告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是一起意外事件，你和整个机组都没有责任，你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回头在会上呢，一定要好好的总结经验教训。就在姜老头觉得这件事就此完结的时候，死者父亲带来了律师找到他。这么严重的事情岂能就此罢休？请来的律师也是有点料子的，知道这类型的纠纷不好解决，于是便商量着私了此事。可没想到姜老头还在态度强硬说事儿。民用航空法第124条，旅客个人伤亡全因旅客本人的健康状况造成，承运人不承担任何责任。您是律师，应该很清楚。你们这是在耍赖！我儿子就是死在你们飞机上的。老先生，你先冷静一下，姜老头的态度让大叔感到很失望，他只想要姜老头一句道歉而已。可姜老头不仅不道歉，还有意篡改了当天的通话录音，把他拒绝备降的那段话给抹得一干二净。律师知道自己证据不足以说服，放下一句狠话后就走了，然后在航司门口帮大叔录了一个视频，之后冲上热搜，传遍了整个航空网。姜老头看到后差点没心脏病发作。这太可笑了啊！这不胡说八道！你说他是想干什么呀？啊，煽动民意，博取同情，是想讹一笔啊！太滑稽了。这事很快就惊动了公司的安监部，姜老头知道事情彻底压不住了，于是赶紧找来小程，求他和自己保持一致口供，但小程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而一群不明真相的高层领导只看到了表面，就一致的认定姜老头的操作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乘客的猝死并不是他导致的。但是小程却认为他在刻意隐瞒，因为他清晰的记得当时林一成已经联系了备降，可就在他出去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姜老头就说不能备降，选择直飞新加坡。虽然他不清楚这几分钟到底出现了什么状况，但是他非常肯定绝对不是姜老头所说那样。我中途的确是去了客舱了解旅客的情况，但是当我返回驾驶舱的时候，姜机长可从来都没有提过塞贡机场跑道关闭的事情啊！尽管小程非常坚定自己的立场，可由于他缺乏证据，所以也拿姜老头无可奈何。这一刻恐怕也只有老顾肯和他并肩战斗，毕竟大家都不想惹事。程潇，虽然他们俩还处在僵硬的关系中，但却一点也不影响老顾对他付出。我说了不想麻烦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说。只要是小程的事，他都会拼尽全力，甚至还独身一人跑到国外去找证据。可他不知道的是，老外早就被姜老头买通了，早已备好了假证据。这一切姜老头都是知情的。而另一边，死者的家属还在为儿子讨回公道的事情焦头烂额。混蛋律师把他们一辈子的积蓄骗个精光。这合同你看得懂吗？这律师你是哪找的吗？这心酸的场面谁见了都心痛。白发人送黑发人。此时此刻，门外的小程看见后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俩老。不过此刻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那迟迟不来的公道。所以小程在这一刻便决定，哪怕是和全陆航的人为敌，或是因此会丢掉饭碗，他也一定要为可怜的两夫妻讨回公道。老顾知道小程做法后，想劝他不要冲动，可话到了嘴边却又憋了回去。这一次他只想默默地支持他，做一个安安静静的顾南亭。之后小程托宇恒找到了一名有正义感的律师，对方愿意无偿帮助大叔打官司，可律师却告诉小程，如果想要打赢官司，那么就必须要他站出来指证。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零。律师的话让他愣住了，工作和公道2选1，他又该如何选择呢？拿着公司的丰厚工资，却要帮乘客打官司来告自己公司，而和他对簿公堂的律师竟然还是自己的亲妈。小程此刻感到十分无助，母亲以前如何闹腾折腾他都能忍受，可是现在他没了最基本的职业道德。程妈的做法让小程感到很痛心，而这一切都是姜老头背后使坏。程妈之所以答应帮他打官司，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小程放弃飞行员工作。我自荐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不收代理费。为什么呀？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她很可能头脑一发热，成为原告的证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陈潇
犯了阵脚，这样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两人一拍即合。程妈是律师界的超级老油条，一开始就拿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很明确的表示陆航只愿意给人道主义赔偿，但前提是只能私了。而大叔则表示钱他可以不要，但姜老头必须向他儿子公开道歉。双方的意见不能统一，顿时就僵持不下。不过经验丰富的程妈却抓住了对方的漏洞，直接就把责任给划分到了死者身上。这是近1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焦虑、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还有，这是他去世前1周在8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所有证据呢都显示，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刘律师，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姜机长，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小程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当即就把矛头指向姜老头篡改飞行录音。可是他们暂时也拿不出有效的证据，所以这并不能作为有效依据。最终双方不欢而散。事后小程又和母亲大吵了一架，他就搞不懂母亲居然会为了逼他放弃梦想，做出这样一件有违职业精神的事。母女2人不互相让。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你的私有财产。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不让你飞了，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我是你的妈妈，我能害你吗？我就不明白了。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小程这次的行为导致自己与整个陆航为敌，都觉得他是一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公司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来培养自己，可现在却帮着外人来告公司。而姜老头为了逼他妥协，居然直接利用权力让小程无限期停飞。为安全起见，我会让机组资源处停掉你所有的航班。当老顾看到他发出的通告时，瞬间怒气值爆表，他气冲冲的就找到姜老头对峙，话里话外都透露着要姜老头撤销这个决定。不过终究他只是飞行部的副部长，根本没办法改变现有的状况。小程自打被停飞后，整日就意志消沉，借酒消愁，因为他感到十分无助。妈妈的不理解，领导的穿小鞋，他想要一个公道，却被现实打进冷宫。只是他没有感觉到有一个人一直在默默支持他，一个愿意陪着他与所有人为敌的人。以前都是他站在老顾的身后，那么这一次就换老顾来吧，或许宿醉才能暂时把心中的烦恼忘掉。小程也不过如此，现在最怕的就是在落魄时被心爱人看见。小程现在最不想见到的就是老顾，因为他不想被老顾看到自己可怜模样。老顾全程没有说一句让他放弃的话，因为他比谁都清楚小程有多么喜欢他的工作，这中间又经受了什么样的苦。他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旅客，为了帮他们找回公道，导致现在遭受所有人的抛弃。老顾看着双眼通红的小程，心里是既心疼又无奈。他背着烂醉如泥的小程回到家里，正当他想离开时，小程却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顾南天，你来干什么？又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这句话让老顾彻底破防了。这刻小程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踉踉跄跄地走回房间。老顾失落的正想离开时，却听到房里传来跌倒的声音。他立马冲进房间扶起他。如果当初他也像现在一样果断，或许小程是幸福地躺在他怀里了。他轻轻地抱起小程后，又慢慢地放下。他动作轻盈地让小程睡了过去。老顾抬头看见床头柜倒扣着的相框，出于好奇还是看了一眼。这不是小程和自己飞行的第一张合影吗？原来刚刚他急匆匆的进房就是为了藏好照片。老顾在这一刻终于压抑不住自己对小程的爱意了。原来他对他的爱是如此坚定，这让本就还有点犹豫的心立马又有了答案。他决定遵从自己内心的想法，为自己做过的错误行为补救。无论结果怎么样，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和小程做同行且同路的人。小易，我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我决定追回程晓。这件事，我希望你第一个知道，所以这应该会是最后一条信息了。谢谢你，小野，再见。这是他最后一次向小易说心里话了，他也将告别过去。前往法兰克福的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 XB8294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出示登机牌，有无登机和登机，注意旅途愉快，谢谢。他为小程到国外搜集证据，想要帮助打赢小程这场官司，只能尽全力来说服当时听到的2位机长。他先来东京找到老姜事先串通好的机长，但不知情的老顾被无情的拒绝了，于是老顾只能去找另一位女机长。
但那位机长踪迹比较隐秘，最后连恩师谢部长的退飞仪式都不能参加。不过他还是求恩师务必带上小程去参加退飞仪式，他想通过师傅的退飞仪式来鼓励他。谢部长84年开始飞行，欢迎您搭乘陆航航班，很高兴带您一起度过2个小时的空中旅程。这2个小时，或许是你人生中平常不过的一段闲暇，却是我飞行生涯的最后时光。飞完这一班，我将告别驾驶舱，告别蓝天。我会记得今天的阳光、蓝天和云层。我会记得今天的每一位旅客，是你们陪伴我走到了飞行生涯的终点。希望您在未来的所有旅途中一路平安，一生幸福。有你的陪伴就有意义。时至今日37年，2700万是他飞行的距离，也是他人生留下的轨迹。今天是谢部长飞行时光的最后一程，但却是很多新飞航员的开始。他们新老接替向风而行，从中国飞往法兰克福，然后再到东京，再从东京飞去巴黎，用3天时间飞越了半个地球。今年奔4的老顾为了未来媳妇拼了老命。顾局长，法院通知3天后开庭，你那边有进展了吗？眼前这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就是老顾最后的希望，只要她能出庭作证，赛宫机场跑道并没有临时关闭，小程就能逆风翻盘重回飞行部。老顾满怀期待地望着她，眼中充满了期待的目光。起初女人并不想告诉他，可直到老顾说出他的故事后 Actually, I'm doing this for faithful girl. She's a co-pilot at that airline. I've been flying 3 days straight, over 40,000 kilometers, just to find a witness, someone who can testify in court that she didn't lie. 虽然女人赞同老顾为小程的付出，但她却已经过了为爱冲动的年纪，所以她只告诉了老顾当天机场并没有关闭跑道，却没有答应出庭作证的要求。这一次老顾彻底绝望了。刘律师，对不起。随后他马不停蹄地飞回了国内，一下飞机就跑去见小程。你去哪儿了？外航那2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小程听后眼里充满了惊讶，此刻他才知道原来老顾一直都在帮他寻找证据。这一刻他真的很感动，他很想问清楚为什么，可眼前的糟糕事又让他止住了话题。但老顾却主动说出了他期待的问题。好，我支持你。真的？老顾对小程真是满满爱意啊。而此时你总又恰巧出现，他的出现刚好让不知该怎么回答的小程有理由回避。老顾决定不再遮掩自己的感情，随即就向倪总坦白了自己对小程的爱意。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你终于肯说了。我承认我喜欢程晓，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倪总虽然心有不甘，但他也知道小程的心确实属于老顾。不久后法院正式开庭，大叔的诉求还是让姜老头公开道歉。程妈为了让女儿不再当飞行员，拼了老命也想打赢这场官司。她拿出了所有的看家本领。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下小程彻底失去了当证人的资格，接下来只能老顾上庭做第2证人。所有人都很意外老顾会做出与公司为敌的事。老顾把在国外找到的线索一一说了出来，但最终还是因为缺乏人证而认定无效。就在姜老头和程妈以为可以完美收官之际，林奕成却主动站出来说出真相。赛贡机场可以被加。没想到姜老头的小舅子良心发现，林奕成全盘托出了当天发生的细节。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赛宫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没有。林奕成的一句没有让律师和家属松了一口气，但程妈却有条不紊地指出问题，一张嘴振振有词地说着。总而言之，就是证据不够充分，不是一张嘴就能下定论。所以就算林奕成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也还是不起任何作用。这下小程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但奇迹出现了。这时候老顾带着卡米尔机长出庭，卡米尔机长最终还是被老顾的故事打动了。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病人情况已经好转，并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
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有了卡米尔机长的出庭指证，小程胜利在望。虽然证据已经可以充分的说明了是江老头的责任，但程妈劝他只要打死不愿意调解，他还是很有信心能赢这场官司的。江老头看到所有人都出来指证了，他的良心也被唤醒了，那颗被利益蒙蔽的心终于被唤醒了。他看着对面那个白发苍苍、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讨回公道的父亲，那无助的眼神，江老头还是给自己的良知给感化了。我愿意接受调解。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正义随迟弹道，小程看到为自己倾尽全力的老顾，心里感动的不知所措。还好老顾开窍了，他终于可以坦然正视自己的感情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程晓，我有话要跟你说。就差2秒表白成功，程妈却突然杀到：“走，给我回新的。”哎，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潇，能不能体面一些？阿姨，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闭嘴！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2家、第3家。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小程面对母亲的强势丝毫不服软，程妈被气得全身发抖，直接晕了过去。之后江老头公开向死者父亲诚恳道歉，并自掏腰包100万作为赔偿，而公司也撤销了他职务以及吊销了直飞资格。之后老顾自然就成了飞行部的一把手，小程在陆航也如鱼得水，徐总更是点名表扬他是模范飞行员。至于江老头则是黯然离场，虽然他有过一段错误的行为，但这些年他拿过的奖状是不可否认的。我想也许正是这些荣誉唤醒了他的良知。准女婿第一次见丈母娘，强势的丈母娘一句话就对得他哑口无言。阿姨，这不是拉女下属手的领导吗？妈，在强势又犀利的丈母娘面前，老顾不敢反驳一句，小程赶紧解释，怕心爱的老顾受委屈误解了他妈妈的话。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他不知道的是，老顾这次怎么都不会打退堂鼓了，退缩是不可能的。想不到的是，时隔几日，江总主动约见了小程和老顾，看他大方地约见两人，脸上也露出了从容的笑容，显然他释怀了，已经放下了所有过往的是是非非。在陆航时，他处处和老顾明争暗斗，可谁曾想到最后，临走前最想见的人居然会是他们。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老顾这一刻是理解且同情江总的，办公室奖杯和这几十年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的一切。这个看似坏到骨子里的飞行员，曾经也是一个为了誓言发光的追梦少年，几十年来兢兢业业。这些年不可否认他的工作态度和专业，但自从当上部长后就被利益熏了心。现在这两年轻人身上就有着他当年的影子，同时也正是他们的执着唤醒了江总。18岁入行，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每个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都有可能被诱惑昏了头，被利益熏了心。可是善良正直、抱打不平人一直都有。八位机长，起落平安。这件事总归告一段落了。江总走后，两人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小程自从在父亲那儿听到了关于母亲的经历后，就抛开了以前的矛盾，现在只想一心一意弥补对他的亏欠。他甚至都想好了，如果母亲还是坚持不让他飞行，那他会无条件接受妈妈的决定。这段时间两人经过相处，程妈被女儿的表现感动了，最后程妈终于答应了小程去看心理医生。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程妈也为了女儿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她踏上了让她害怕到夜不能寐的飞机。现在我们开始了，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你小心点啊！你看，小小刀棒，不管什么困难都能解决的。
在心理师的治疗下，他的情况好得很快。经历了这些事后，程妈也想明白了，她不能因为自己的恐惧就去剥夺女儿的梦想。你要是还是特别担心的话，那我就晨香，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错了。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不认同你，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母女俩多年的矛盾终于化解了，而老顾也成功获得了丈母娘的认可。小顾，谢谢你。您客气了。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鼓励晨潇，这让小程和老顾无比欣慰。我饿了，那咱们吃饭去吧。好，走。顾部长，一起吃个饭吧。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人世界吗？真是的。小顾啊，哎，行了，别小顾，赶紧走了。不用理我们啊，忙你们的。走了。把现任带到前任的房间，还要被迫看着前任和心爱男人的过往，小程心里真不是滋味。他含泪委屈地望着长情的老顾。他走后，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也包括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你动心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老顾的解释显然没有引起他的理解，他现在只想知道。顾南亭，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老实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毅的替代品？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想？她是女妃，我也是女妃。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程潇。虽然老顾发自内心地表达了爱意，但此刻的小程却无情拒绝了。他怕自己的心再一次受到伤害，他强压着自己内心的冲动，还有忍不住泛起的泪花，让老顾对他的爱更坚定不移。于是老顾鼓足勇气说出那3个字：我喜欢你。我得回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不早了，先走了。令老顾意外的是，小程竟然当场婉拒了他，他的情绪开始不安。所谓虐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小程的逃避让老顾失眠了一整晚，他想不明白小程拒绝他的原因。小程明明是很爱自己的，怎么能这么轻易就选择放弃？但此刻的老顾可不会轻易言败，他拿起养鸟攻略研究了起来，只因小程有一只很有灵性的 bug。从这晚以后，两人的角色互换，小程就如同一只骄傲的大白鹅一样，而老顾则是像一只长得贼帅的大蛤蟆，用他的热脸贴小程的冷屁股。他不顾众人的看法，只要是和小程有关的一切，他都会倾尽全力认真对待。特别是当他听到程爸程妈要坐他飞的航班时，老顾使出了自己最牛的本领，程妈甚至都没感觉到飞机起飞和降落，就莫名其妙的到了青岛。而小程虽然表面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可心底早就乐开了花。只要一想到曾经拒人千里之外的男神拜倒在他石榴裙下的样子，他心中那股藏起来的胜负欲瞬间就把他包裹住。他现在特别享受这种让老顾若即若离的感觉。本还在为自己的安排非常得意时，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瞬间破防。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小姐，小姐，怎么啦？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说咱们陆航有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那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那事就大了。哪个航班啊？机长是谁？还不知道，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这可是老顾开的飞机，小程一颗心顿时悬着了，他很害怕，难道就要丢了自己最爱的人吗？此时此刻他魂都丢了一大半，发了疯似的四处打听关于航班的消息。他把通讯录里的电话打了个遍，把认识的人问了个遍，可就在电梯开门的一瞬间见到了老顾。这一刻的他愣住了，心爱的人就在眼前。后来打听才知道，原来老顾在中途去开别的飞机了，才完美的错过了这次危机。老顾看到小程对自己的关心，心里乐滋滋的，然后他直接乘胜追击，给小程订了满屋子的鲜花。程潇，祝你工作进步，快乐开心。顾南亭。小程幸福的沉浸在爱的花海中无法自拔。一顿自恋后，他拨通了老顾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老顾被他一句话激动坏了。顾南亭，我想见你，现在，马上。
在这一刻，两人似乎心意相通一样。老顾果断起身的同时，小程也坐不住了，他们不约而同地往外飞奔。老顾开上他的心爱的小耗子，小程坐上起步价10块的法拉利。虽然两人的出发地不一样，但是他们终点却是一致。凌晨3点半的马路上，连个鬼影都见不到。老顾把速度开到的180迈，这是一个冲动且浪漫的深夜。两辆车同时到达向这个十字路口，短暂60秒的红灯却让老顾感到度秒如年。两人在各自一头默默地倒数着红灯结束。随着绿灯亮起那一瞬间，两辆汽车同时弹射起步，他们就这样看着彼此，激动的来不及喊停车。还是同样的路口，不过这一次红灯只有3秒，下一秒他们开始走向对方。小程脸上止不住的笑意，老顾那抑制不住的激动，这一切实在是太美好了。他的爱来得刚刚好，而他的出现也刚刚好。你再多一次用力抱你在我的怀里，感受彼此温柔的心跳感应。一吻定情后，他们正式成为陆航 CP。老顾向他坦白了所有的秘密和爱意，一点也没有再保留。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为了弥补对小程的亏欠，宅男老顾居然为小程举办了一场派对，把陆航认识的同事都请来捧场。曾经那个钢铁直男老顾彻底变了，小程的任何举动都在牵动着他的芳心。这晚他送上了小程梦寐以求的机长任命书，拆开看看。程翔，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州航空的机长。然后又送上了他和小程之间的第一份礼物。天哪！赶紧给戴上呀！愣着干嘛？戴上！对呀！当他替小程戴上项链那一刻，就证明小程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值得的。爱情事业终于迎来双丰收，机长是他一直努力的方向，而今天他终于带上了4条杠，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机组。上班努力工作，下班努力撩男友。晚上一起吃饭吧。好啊，去哪里啊？我妈家可以吗？就见家长啦？这么快？那我们就下次。我开玩笑的，我可想见秦阿姨了。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你怎么知道？走了，我先去超市啊，先去水果店。而老顾现在也是经常笑得见牙不见眼。小程如愿的见到了顾妈，因为在他眼里，只有让顾妈认可了自己，他才可以正式成为顾家媳妇。不过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顾妈老早就指定了他。他在开着飞机，突然一只眼睛视线越来越模糊，这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遇事不慌的老顾在这一刻也感到了恐惧，他转头看向旁边的小程，他也认为只是自己的幻想而已。可一直模糊的视线又不得不承认，他没选择告诉小程，因为过几天就是国产飞机的首航，他们俩都非常期待。从来没出过差错的老顾，此刻恐惧着以后是否绝缘飞行了。全然不知情的小程正郁闷着老顾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阴晴不定，让人捉摸不透。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尽管小程对他的表现有点失望，但老顾却依旧没有勇气说出实情。他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耽误了小程的仕途，因此两人的关系又从热恋期变成了冷战期。老顾每次遇到事情都只会自己扛着藏着，这是只有好兄弟你总知情。现在的老顾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自信却多了一份矫情。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前段时间师傅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尽管这几天他努力隐瞒着这件事，但只终究是包不住火。机智的宋宋察觉到了他异样，于是赶紧告诉了小程。喂，小姐，我还真发现了南天阁的蛛丝马迹了。
他最近好像眼睛不太舒服。我前天给他看了一篇那个公众号文章，他竟然在用语音辅助朗读。他这几天给我发消息，也全都是发语音，但是他以前都是发文字的。哎，对了，就在刚刚，他竟然看不清文件上的字了。显示器有问题。什么？什么问题？姿态仪不清晰。小程知道后无比担心，他终于知道了老顾最近的异常表现原因。你看看我现在是什么样子？我的脸是变黑了，还是变小了？老顾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如实相告。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一叶障目了，好像看到，又好像什么都没看到。明天我陪你去手术。明天你要守航，你可以安排其他机长。盛夏，这次首航我们等了这么久，你有多重视它，我比谁都清楚。就算这次首航不飞，我以后还能继续飞，但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手术。老顾最担心的就是小程此刻的表现了。他深知这次首飞对于一个民航飞行员意味着什么，如果错过了就会遗憾一辈子。他也深知小程肯定会因为他的原因而放弃首航，但顾南亭却不能任性，他必须说服小程。他希望小程可以带着他的梦想开上国产大飞机向风而行，用最骄傲的姿态起飞，然后再用最优雅的姿态降落。老顾的眼睛修复手术被安排到了首飞那天进行，小程则是踏上了梦想的起点。对于自己国家的东西，总会有那么一些小可爱表示质疑。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它不一样。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他们崇洋媚外的心理，顾妈听后并没有激烈的争论，而是最平常心的语气说了一堆理论，让小可爱们直接闭嘴。老顾的手术很顺利，他结束后第一时间就朝着机场赶去，幸运地赶上了小程起飞，看着他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此刻的老顾既骄傲又欣慰，眼角不禁流下了泪珠。他为小程感到自豪，这些年的努力坚持和中间的是是非非，在这一刻化作喜悦的泪水。时间一晃已是3个月后，老顾的眼睛恢复得非常不错，不过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工作不恋爱的钢铁直男了。他现在最惦记的是什么时候能彻底的把小程占为己有。我要去飞了。哎，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啊，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还有呢？我来不及了。哎，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哎呀，那就要看你表现了。他们俩现在沉浸在浪漫的爱情里，着实给大家撒了一把狗粮，看得我都想和老顾向风而行了。喂，你好。喂，是顾先生吗？对。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什么快递？是8个箱子。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哦，您稍等，我看一下。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哦，知道了，谢谢啊。Hello, Polly.